嗨，どうもこんにちは，阿伦です。大家好，我是阿伦频道的阿伦。今天，我受不了了。对，今天这部又是一部要靠北日本的一部影片了。其实说实在，我并不是很喜欢拍像这种系列的一个影片。不过我觉得有些事情呢，真的不说呢，大家会不知道。然后为什么我会想要拍呢？主要是因为我今天呢，从我在台湾的朋友那边能得知呢，他们其实说实在的呢，他们并不是很清楚现在日本在发生的事情呢。就算有看新闻，可能所传达到的资讯呢，可能也是没有那么的全面。所以说我今天呢，想要再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我现在目前呢在日本所体验到的一些事情咯。其实日本呢之前呢就是紧急事态宣言嘛，然后我也有拍过一系列的影片，然后那时候也都大家都宅在家里面，对不对？然后其实呢，在5月底的时候呢，紧急事态宣言呢已经解除了，好像是21号、24号吧，我有点忘记了，因为已经关在家里面关到已经有点不知道现在是今夕是何年的那种感觉了。然后虽然说紧急事态宣言已经解除了，然后很多人可能会觉得说，那是不是日本已经没事了、安全了呢？其实并没有，对，因为其实呢。我其实说实在，以我自己个人的感想了，我觉得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日本的政府他们可以这么有勇气的把这个紧急事态宣言做一个解除，这也是为什么呢？因为其实说实在的，到目前为止呢，也是几乎每一天东京光是东京也每一天都还是有人在确诊，而且有非常多是那种来源不明的那种案例。可是他们就在这种环境之下呢，确实硬生生的就把这个紧急事态宣言解除了。真的，不过说实在的啦，真的要说不了解，我也是能够理解，就是为什么政府他们会急着想要把它解除。因为其实说真的，之前呢，因为已经1个月之后呢，又在延长嘛，然后所以说到目前为止呢，大概已经封了快要2个月左右，1个多月了。然后很多那种百货公司呢，也都自发性的就开始就是那我们就不营业。然后也因为这样子呢，所以会造成一些就是可能需要靠人潮来赚钱，其实大部分人都是要靠人潮的一些产业呢，就开始就是没有生意，然后就开始快要对于生活来讲呢，就开始有点碰到一些困难，因为你就没有收入嘛。这个我也是能够了解的，就是因为像其实我说实在的，我平常也有拍接一些业配啊，关于旅游的业配啊等等的话呢，其实这2个月呢也都是完全归零的一个状态啦。所以说其实我也是能够了解说，因为这个关系呢，所以没有工作的这个窘境。可是对，就是也许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日本的政府他们后来呢就决定说要把紧急事态宣言解除了。然后一开始是从别的地方开始解除，然后东京北海道呢是最后才解除的啦。可是说实在的呢，在解除了这几天呢，其实说实在各地的案例呢又有开始在上升的趋势。像是昨天的新闻，就是北九州呢，昨天呢也是突破了单日确诊21例的一个情况，那个情形啊。然后所以说北九州他们目前也在考虑说是不是又要再进行自述，就是宣导，就是希望大家没事不要出门这件事情了。然后东京呢也不遑多让哦，东京也是在昨天呢就爆发出了那个院内的集团感染，9个人确诊。然后昨天呢东京呢是15个人确诊，然后今天呢东京也是非常漂亮的突破了20个人确诊人数哦。所以说其实现在呢又有开始在往上升的一个趋势了。我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因为说实在的呢，因为紧急事态宣言已经结束了嘛，所以开始很多公司他们又开始在探讨说，是不是可以让员工呢再回到公司来上班？然后有很多公司呢从6月1号开始，对，就是这一部影片公开之后的2天就有些公司呢就会开始又要实行，就是你各位员工们呢就要开始回公司上班这件事情了。所以可想而知，可以预测的啦，就是到时候呢电车啦应该也会挤到爆，然后到处呢应该因为百货公司也有开始，我也看到我们家附近一些百货公司也说6月1号开始营业了，对，也是6月1号呢也是百货公司也会挤到爆，因为大家已经闷了2个月没有买东西了，所以6月1号呢大家应该会去给他挤到爆，确诊人数呢可能就会因此而上升。其实说实在的，我并不是想要唱衰日本还是怎么样，不过呢说真的，因为我很喜欢日本，所以我才会来这边工作嘛。所以说当然对于他们一些比较我自己个人觉得做的不好的地方，当然是私心的会希望他们能够做得更加的完美一些。看到像目前的像这样子的流程，我真的觉得第2波感染说真的已经不远了。对，我真的不是要唱衰，可是真的就是以我自己的在这边的感想，在我的观察，我看一些新闻啊，还有就是看一下周围的目前路人啊，他们一些反应啊，什么样之类的，我真的觉得，真的，我其实说实在，我到现在是还蛮担心的啦。所以第2波呢，真的是，
真的是，虽然真的是感觉上不会太远了啦，而且像是韩国呢，也是因为有第二波爆发出来了，他们好像最近也要开始去研讨要不要第二波的自述行动。对，其实说实在的，我也非常了解日本他们这边想要急于开放的一个心态，可是我真的觉得在还没有完全杜绝的情况之下呢，这样贸然的就解除了，其实说实在的呢，虽然说对经济是一定会有影响的，可是呢，我觉得到时候第二波又传染开来的话呢，真的是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啊。像虽然说最近的口罩呢已经买得到了，虽然说你可能不知道那个口罩是哪里跑出来的，然后现在呢已经不是在抢口罩，因为你想要买口罩，现在基本上是买得到，然后现在要抢的很多人要抢的都是日本制的口罩，因为可能有些人对国外产的口罩不是很有信心的关系嘛，所以说其实呢，他们会希望说，日本制比较安心，像是之前 Sharp 的公司也开始辟厂，开始来做口罩，那也是抢不到，像我就是抢不到之一哦。不过呢，大家不用担心，因为其实我的口罩呢，我跟小美呢是够用的，只要不要在比如说持续个1年以上的话，那可能也许会不够用了。不过呢，如果在1年之内是可以没有问题的话，我跟小美目前的口罩呢，应该是可以撑过去没有问题的，这点就请大家多多放心。只是呢，我真的觉得这一次呢，真的日本的政府所做的事情呢，真的是让我非常的怎么讲，也不能说心寒，就是总觉得这样子真的好吗？而且几乎是完全可以预测到它接下来的走向会是什么样子哦。我相信连我这种一般的平民百姓，我都可以预测到，所以我相信政府他们官员应该也是多少可以想得到吧。不过，其实说实在的，真的，因为历经这样的事情，也可以知道日本政府他们在一些动作上呢，真的是还是比较老派，比较慢，而且就是思考还是比较僵硬。像之前也曾经有那个就10万块，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领10万块的这个新闻嘛，10万块日币哈。这件事情呢，他后来也有推出一个，就是纸本，就是他会寄那个纸本到你家，然后你填一填之后呢，你再回寄给他，他就会把钱拨到你的户头的这个事情嘛。附带一提呢，我到现在都还没收到那个纸本。然后另外呢，他们还有推出一个线上申请，因为线上申请应该感觉比纸本还要快，大家是不是听到了？是不是第一个就是有这种反应？不过呢，他们线上申请很有趣，你可以线上申请没有错啦，然后线上申请之后呢，他们会派2个专员呢再去一笔一笔去看你的资料，所以说。因为在审查的专员人数很少嘛，2个人，所以其实你在线上申请所要花费，等到拨款的这个时间呢，会比你用纸本来的还要慢非常多，甚至有人说可能要花1年以上。那线上的意义在哪里？对，所以其实呢，这一方面我觉得台湾方就做的还不错，一些线上的一些系统啊什么那种都还蛮快速的，而且没有什么 bug 之类的。然后日本这边呢，就还是比较依赖那种传统的，比较纸本啊或者传真啊之类的。对，说到传真，之前有人说日本的一些确诊例，他们在医院啊在送资料到中央去统计的时候，他们是使用传真的，就是说今天的确诊是多少，然后传真过去，他们没有一个所谓的类似什么线上系统之类的。也许他们顾虑到说，线上系统会不会不安全？但是就觉得说这边的政府有一些的办事的一些处事的方法，还是属于比较老派的关系，还没有跟那个新潮流做一个接轨了。这一点也是我希望接下来日本能够改善，然后能够变好的地方了。像我之前也是有拍过一集影片，就是在讲日本的一些我觉得可能没有做得那么好的地方，也是有一些还蛮关心我的日本的朋友、日本的网友们呢，就有在下面留言，就说那你既然对日本这么有意见，那你为什么还要留在日本？难道你是怎样就口嫌体正直吗之类的？也是有像这样的留言啊。不过呢，就如我一开始所讲的，就是我是正因为喜欢日本，才会希望日本能够朝向更好的方向前进。这也是为什么我会想要拍这部影片的原因之一啦。然后其实我是想要把现在的现况呢，还有希望未来能够更好的一个方式，透过影片让更多人能够知道。然后所有呢跟我一样还在日本打拼的人，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其实没有办法回去的，就是比如说你在这边有工作，因为现在是你一出日本，你如果不是日本国籍的话，你就回不来了。对，所以说你现在有工作的人，通常就是也没有办法回去的一个情形。那所以说，希望所有在这边跟我一样工作或者在这边要准备等开学的学生们呢，都能够好好照顾自己。虽然说现在，因为很多公司真的是6月1号开始呢，就又要去公司上班了，然后真的是口罩千万一定要戴好，拜托，千万一定要戴好。而且现在呢，刚好6月1号开始，台湾也可以开始出口罩了嘛，所以如果
会担心的，我是觉得如果可以的话，看能不能从台湾进一些口罩过来的话，这样应该也是还蛮不错的啦。总之，如果你是还在日本的人的话呢，就希望你好好保护自己。然后，如果你是不在日本的话呢，也希望能够透过我这部影片，能够让你们知道说现在的日本的情形是什么样子哦。真的啦，说实在的，现在每天都看到那个数字又在缓缓的上升中。说实在的，接下来会怎么样呢？我觉得大家应该多少都有一点心知肚明了吧？对，然后真的是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没事的度过这一场疫情。我觉得这边最大的问题是，还是有很多人觉得说这次疫情是不是没什么，是不是政府，是不是大家在大惊小怪啊？我真的觉得我们必须要用比较谨慎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情了，因为毕竟生命只有一个。对，说真的是要好好保护好自己，然后希望所有人都能够跟我一起努力的撑过这一场疫情咯。然后有很多人问我说，什么时候可以来日本玩啦？以目前这个情形，我说实在，我是觉得保守估计啦，可能是需要等到明年才是会开放的。因为现在呢，如果真的是要让日本政府开放来旅游的话，我觉得最一开始可能会开放的就是像我们这一种，比如说在工作的，也许就是要洽公的人呢，可能会事先开放。然后至于是来旅游的话呢，可能会是第2波或者是第3波才会开放的一个对象啦。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是要能够放心的来到日本玩，可能会需要等到明年。当然，如果非常乐观的话，可能是今年的下半年吧。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多多小心了，因为毕竟真的，命只有一个，真的是希望大家能够多多注意安全咯。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这一次呢小小的靠北走一下日本的一个简单的小影片咯。好，那今天的老人频道呢就到这边结束咯，我们下部影片再见咯，拜拜。